记住，你是我的舔狗。你疯狂追求我3年，我勉为其难才答应的。大3开学那天，我在食堂门口被篮球砸中了脑袋，还没来得及看清肇事者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就挡在我面前。抱歉，手滑。我抬头看见了陆行舟那张全校闻名的脸，校篮球队队长，法学院绩点第1，家里做房地产，据说连学校图书馆都是他爸捐的。而我，一个靠助学贷款和奖学金续命的穷学生，此刻正捂着额头，手里还攥着刚发的勤工俭学申请表。没事没事。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突然问：你缺钱？我愣住了。我缺个女朋友，假的，月薪2万，做吗？陆行舟开出的条件很清晰：每周3次共餐，节假日出席，挡桃花。记住，你是我的舔狗。你疯狂追求我3年，我勉为其难才答应的。他靠在沙发上，慢条斯理地翻着合同。明白，老板。别叫老板。好的，陆同学。他满意地点点头，当场预支了3个月工资，6万块到账的那一瞬间，我看着手机屏幕，差点哭出来。我妈的透析费用终于有着落了。从此以后，我开始了兢兢业业的舔狗生涯。每天早上6点，我会准时出现在他宿舍楼下，手里提着食堂最贵的早餐套餐，当然，钱是他提前转的。宋南希又来送饭了，舔了这么久，陆行舟都没正眼看过他吧？我充耳不闻，微笑着把豆浆递给陆行舟。他接过去的时候，用只有我能听见的音量说：“今天的包子馅儿有点咸。”好的，明天换一家。他每周去校队训练，我都会提前到体育馆站好第1排的位置，手里拿着毛巾和矿泉水。有女生想给他送水，我立刻挡在前面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活儿。宋南希，你能不能要点脸？我笑而不语。你懂什么？这叫职业素养。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一个周五的晚上，陆行舟的室友组局唱 K， 让我也去。他们想看热闹，你来配合一下。收到。包厢里坐了7、8个人，都是他们篮球队的。哟，南希姐又来了，陆哥，你这舔狗养得挺忠心啊。陆行舟没说话，只是拿起了话筒。他们开始玩真心话大冒险。一个染着棕色卷发的女生，我记得她叫沈妙。陆行舟，宋南希追了你这么久，你就一点不动心？包厢里安静下来，我正专心致志地给陆行舟剥橘子，手都没停。动心？她就是个保姆而已，我为什么要动心？笑声轰地炸开。沈妙得意地瞥了我一眼，我面不改色地把包好的橘子递过去。陆同学，橘子。他接过去的时候，指尖碰了碰我的手背，像是在确认我有没有生气。我哪敢生气啊，1个月2万呢！但我没想到这件事会被挂上表白墙。某位 S 姓同学，人家陆校草都明确拒绝了，能不能别纠缠了？宋南希，人要脸树要皮，天天堵人家宿舍门口，跟个变态似的。我刷着手机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完蛋，老板不会觉得我影响他声誉了吧？我赶紧给陆行舟发微信：老板，表白墙的事我3天内处理好，需要我发个声明吗？他隔了很久才回：不用。然后又发了一条：你就不生气？我诚实的回答：不生气啊，您说的没错，我本来就是您雇的。对面显示对方正在输入，反复了好几次，最后他只发了1个字：行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他好像不太高兴，但转念一想，老板的心思哪是我能猜的，拿钱办事就完事了。沈妙比我想象的更难缠，她是艺术学院的院花，家里开画廊的，和陆行舟算是门当户对。自从表白墙事件后，她就开始全方位模仿我的工作内容。我给陆行舟送早餐，她也送；我给陆行舟占座，她也占；我帮陆行舟写选修课作业，她直接花钱找人代写，还附赠一份手写情书。老板，有人要抢我饭碗。陆行舟正在翻沈妙送的情书，闻言抬起眼皮。所以您能不能别收他的东西了？这样我很难办。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急。我当然急啊！您要是换了人，我上哪儿找这么高薪的兼职去？他看了我3秒，然后起身走了。走之前丢下一句：明天陪我去趟家里，爷爷过寿。需要准备什么吗？
准备好你的演技。陆家的老宅在城东的半山别墅区，我第一次见到活的私人管家，活的室内电梯，活的红酒窖。陆行舟的爷爷坐在轮椅上，精神很好，看见我就笑眯眯的。这就是南希吧？行舟老跟我提你。爷爷好，祝您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嘴真甜。行舟说你追了他3年。是的，爷爷。这小子有什么好的，值得你这么死心塌地？他长得帅。满屋子亲戚都笑了。陆行舟在旁边咳嗽了一声，耳根有点红。爷爷兴致很高，拉着我问了很多问题。我按照之前和陆行舟对好的剧本，绘声绘色地讲述了我如何对他一见钟情，如何苦苦追求，如何最终打动他的故事。刚开始他都不理我的，每天早上我给他送早餐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。后来呢？后来有一次下大雨，我没带伞，他破天荒地撑伞送我回宿舍。虽然全程一句话没说，但我开心了一整个星期。这些都是假的。事实上那天是他没带伞，我撑着伞把他送回宿舍的。他全程也没说话，但第2天就给我涨了2000块工资。好孩子，以后这小子要是欺负你，你就告诉爷爷。我眼眶一热，不是因为感动，是因为想到我自己的爷爷。他去世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。寿宴结束后，陆行舟送我回学校，车停在宿舍楼下，他没有立刻解锁车门。你今天表现得很好。谢谢老板夸奖。我爷爷很喜欢你。爷爷人很好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宋南希，如果……行舟，好巧啊！我爸爸刚和陆叔叔吃完饭，他说让我来跟你打个招呼。打完了，可以走了。宋南希，你也太敬业了吧，演戏都演到人家家里去了。我正要开口，陆行舟突然握住了我的手。他不是演戏，是我追的他。从始至终都是我在追他，他不好意思说，才编了个舔狗的故事。怎么，有问题？沈妙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最后跺了跺脚，转身走了。车里重新安静下来，我低头看着他握着我的手。老板，人已经走了。他松开手，发动了车子。那个，您刚才说的台词需要，别多想。哦。宋南希。他把我送到宿舍楼下，我从车上下来，正要关门，他突然叫住我。车窗里，他的表情看不太清楚。没什么，早点睡。那天之后，事情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了。陆行舟开始不让我早起送早餐了。喂，你好好睡觉，早餐我自己解决。可是老板，这是命令。然后他破天荒地出现在了我兼职的奶茶店。我正在柜台后面摇奶茶，一抬头就看见他坐在靠窗的位置，面前摆着一杯什么都没加的纯茶。陆同学，你怎么来了？来喝茶不行？行。我继续干活，但总感觉有一道视线粘在我背上。那不是陆行舟吗？他不是说你只是保姆吗？怎么还来找你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？不可能，我们是纯粹的雇佣关系。他今天已经喝了6杯了。同事一脸你在逗我的表情。那天晚上，陆行舟喝了6杯纯茶。明天还来。走的时候，他在柜台留了100块小费。陆行舟的生日快到了，沈妙在朋友圈晒了他准备的礼物，一条手工编织的围巾，配文是熬了3个通宵，只为他戴上的一刻。我室友刷到了，立刻拉响警报。南希，那个沈妙又在搞事情了。你给陆行舟准备了什么礼物？还没想好。你得上心啊，别被他比下去了。我确实需要准备点什么，毕竟是我老板，职场礼仪还是要有的。但让我花大钱买礼物，我又舍不得。最后我在网上找了个代织围巾的服务，49.9块，纯新手套餐，卖家承诺针脚歪七扭八，一看就是纯手工制作，充满新意。收到货的时候，我差点被那颜色闪瞎，荧光粉。卖家说随机发货，我没想到能随机到这个色号。算了，心意到了就行。我把围巾装进礼物盒，附上一张卡片，
老板生日快乐，祝您新的一年继续发财。生日那天，陆行舟在 KTV 包厢里收了一桌子礼物。沈妙的围巾是奶白色的，针脚细密，包装精致。我的荧光粉围巾摆在一旁，对比惨烈的让人想哭。沈妙拿起我的围巾，笑了。宋南希，这是你织的，这颜色也太……陆行舟伸手把围巾拿过来。荧光粉怎么了？我喜欢荧光粉。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他把那条丑得惊天动地的围巾戴在了脖子上。沈妙的脸绿了，我的血压飙了。大哥，你脖子上那条是爱马仕啊，1万多的羊绒围巾啊！你把摘下来换上49.9的化纤围巾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宋南希，过来。你的。啊，我也有礼物。员工福利。我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条项链，吊坠是一颗小小的星星，镶着碎钻，在灯光下闪闪发光。哇，这太贵重了，老板，我不能。公司统一发放，不许烧收。什么公司统一发放？你公司就我一个员工，因为真的很好看。第二天，陆行舟脖子上起了一片红疹，我吓得差点给他跪下。老板，围巾掉色吗？还是材质有问题？化纤过敏。那您还戴？你的心意，不戴不礼貌。我火急火燎地去药店买了抗过敏药膏。回到他公寓的时候，他正坐在沙发上，脖子上的红疹触目惊心。我帮您涂药。我拧开药膏盖子，他微微仰起头，露出脖颈。我挖了一坨药膏，手指轻柔地涂在他泛红的皮肤上。他的喉结动了动。那个，我自己来吧。别动，快涂好了。我专注于手上的动作，没注意到他的耳朵已经红透了。涂完药，我正要起身，他突然握住了我的手腕。宋南希。合同还有2个月到期。是的，老板，需要续约吗？他盯着我看了很久，最后松开手。算了。什么算了？没什么。他起身回了房间，留下我一个人在客厅里，药膏还攥在我手里，心脏不知道为什么跳得有点快。期末考试结束后，陆行舟带我去了海边。公司团建，强制参加。老板，咱公司就2人，2人也能团建。7月的海边，阳光热烈的像要把人融化。我站在沙滩上，看着陆行舟从车里搬出一堆东西：遮阳伞、躺椅、冰桶、水果、零食。老板，这些我来拿就行。你坐下。可是，宋南希，今天你不许干活。那我干什么？玩。他支好遮阳伞，把躺椅摆正，又从冰桶里拿出一瓶饮料递给我。今天你是来度假的，不是来工作的。我受宠若惊地接过饮料。陆行舟在我旁边的躺椅上坐下，海风吹过来，带着咸湿的气息。老板，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您今天太反常了，不让我干活，还给我买饮料，还……宋南希，在。合同还有1个月到期。我知道，需要续。不续了。哦，好的。那我回去之后就交接工作，需要我帮您找下一任？我不需要下一任保姆，我需要一个女朋友。真的那种，没事儿。老板，这个玩笑不好笑。宋南希，我从一开始就不是在找保姆，我是想找个理由帮你。帮我？
大姨那年，我在医院看见你蹲在走廊里哭，你妈妈刚查出尿毒症，你在到处借钱。我不敢直接给你钱，怕伤你自尊，所以我想了个办法。什么校园保姆都是借口，我就是想让你拿着钱，还能觉得这是自己劳动所得。海风呼呼地吹，我突然想起很多事，想起他每天早上皱着眉头吃食堂早餐的样子，想起他把沈妙的情书扔进垃圾桶，却把我写的工作汇报折好放进抽屉，想起他在爷爷面前说是我追的他。宋南希，你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？真的那种，不开工资的那种。老板，那以后早餐还做吗？做，不过换我做。你会做饭吗？可以学。那要是做的很难吃……宋南希，你能不能先回答我的问题？我低下头，发现自己的手指在发抖，不是害怕，是心跳太快了。好什么？好，我愿意。他笑了，我从来没见过陆行舟这样笑过，不是平时那种懒洋洋的、漫不经心的笑，是眼睛都亮起来的，像小孩得到了最喜欢的玩具一样的笑。那我能亲你吗？老板，这也要打报告吗？别叫老板了，那叫什么？叫男朋友。他轻身过来，海风里带着柠檬汽水的甜味。我想起合同第一页写的那行字：乙方需保持专业态度，不得对甲方产生任何非工作性质的私人感情。对不起啦，乙方违约了。后来的事，校园论坛上有详细记载。据目击者称，法学院陆行舟和中文系宋南希在一起后，画风突变。以前是我追着他跑，现在是他黏着我。早上买早餐的是他，占座的是他，写作业的也是他。宋南希的选修课论文怎么是陆行舟写的？法学系大佬写中文系论文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论坛上议论纷纷，沈妙发了一条动态：早晚会分。陆行舟在下面回复：你早晚会删。沈妙果然删了。我问他：你怎么做到的？你怎么做到的？我跟他说，再不删，我就把他大一挂科的截图发出来。你怎么有人家挂科的截图？教务处勤工俭学的时候顺手存的。陆行舟。开玩笑的，我只是告诉他，宋南希是我这辈子唯一想娶的人，让他死心。窗外有蝉鸣，夏天的风从纱窗里钻进来，我靠在他肩上，看着天花板发呆。陆行舟，合同真的到期了，所以我以后没有工资了。我的卡都在床头柜抽屉里，密码是你生日。我问的不是这个。那你问什么？我翻了个身，把脸埋进他胸口。我问的是，你会不会有一天真的觉得我只是个保姆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把我抱得更紧了。宋南希，你听好，我从头到尾就没把你当过保姆，你是我花了3年时间，用了最笨的办法，好不容易才骗到手的女朋友，所以你别想跑。窗外的蝉叫得更响了，我闭上眼睛，嘴角忍不住往上翘。好的，老板，不对，好的，男朋友。第一次看见宋南希是在大一新生报道那天，她拖着一个比她还大的行李箱，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书包，一个人来报道。别人都是家长陪着，只有她是自己。我在人群中看见她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多看了2眼。后来在食堂又遇见她，她打了一份最便宜的素菜，坐在角落里，一边吃一边看书。我端着餐盘在她斜对面坐下来，她从头到尾没抬过头。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注意她。她在奶茶店打工，一站就是8个小时。她在图书馆勤工俭学，每天最后一个走。她拿国家奖学金，绩点年级第1。她妈妈生病，她在医院走廊里哭，哭完了擦干眼泪，又笑着走进病房。妈，我来了。我查了她的家庭情况，父亲早逝，母亲患尿毒症，家里没有其他收入来源。我想帮她，但我知道直接给钱她不会要。我缺个假女朋友，月薪2万，做吗？所以我编了一个荒唐的理由，我缺个假女朋友，
月薪2万，做吗？预付3个月，不收退货。那双眼睛里有警惕，有犹豫，有一点点希望。我抢先一步把钱转给了他，他攥着手机，指节发白。好。那就是陆行舟和那个宋南希死的。好福气啊！从那天起，我成了全校最让人羡慕的人，也成了全校最傻的人。他每天早上7点准时出现在我宿舍楼下，风雨无阻。我其实不想让他这么辛苦，但如果我不给他派活，他会觉得这钱拿得不安心。你是不是喜欢他？不喜欢。那你图什么？我钱多烧得慌。我其实不想早起，我其实不想吃食堂的包子，我其实不需要有人帮我占座、写作业、挡桃花，所以我把最简单的事情交给他做。我只是想让他过得好一点。早餐再后来，我开始不满足了，我想让他多睡一会儿，所以取消了早餐服务。沈妙今天又来找我了，我想让他吃醋，吗所以故意在他面前提起沈妙，但他永远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。老板，需要我处理一下情敌问题吗？老板，围巾是我网上代织的，您别嫌弃。老板，合同快到期了，需要续约吗？我快被他气死了，但又舍不得真生气。生日那天，他送我一条荧光粉的围巾，丑得要命，但我知道那是他用心准备的。虽然是他花49.9块找人织的，我还是戴上了，过敏了也舍不得摘。过敏了也舍不得摘。爷爷问我，那姑娘喜欢你吗？我说不喜欢。我看未必。什么意思？他看你的眼神不像员工看老板，像当年你奶奶看我。那天晚上我决定赌一把，合同到期之前我必须问清楚。合同到期之前我必须问清楚。海边的风很大，你愿不愿意做我女朋友？那早餐还做吗？这就是宋南希，我花了3年是用最蠢的方式好不容易追到的女孩。陆行舟，宋南希到底有什么好的？她什么都好。具体点呢？她是我见过最努力的人，明明生活对她那么苛刻，她却从来没有抱怨过。她认真对待每一份工作，哪怕只是帮我买早餐这种小事。她善良但不软弱。还有呢？她聪明但不世故。还有，她穿荧光粉也很好看。